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猫与指标，这是一个分享技术交易的频道。2025年来到了下半年，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6月份的走势，看看7月份有哪些潜在的交易机会。首先来看一下美国的三大股指，纳斯达克在6月份继续上行，创下了历史新高，并没有给出回调进场做多的机会。7月份我们要继续关注，有任何比较充足的回调，就是进场做多的机会。例如继续上行之后回测支撑区域，拐头就是进场做多的机会，或者任何更深度的回调，拐头都是进场的机会。标普的走势也非常类似，继续创下了历史新高，并没有给出回调进场做多的机会。按照计划，如果突破新高追多进场，那么止损就放在下方。7月份可以继续关注这个多头趋势是否继续上行。7月份如果有机会回调的话，例如回踩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拐头，那么就是进场做多的机会。道指的走势虽然没有创下历史新高，但也可以看到多头力量也非常强劲。按照计划在这里进场的话，止损就放在下方，看道指是否跟随纳指和标普的走势去创下历史新高。7月份要进场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等待看价格突破以后，突破的位置就是激进的第一进场位置，突破之后有回调拐头，那么也是第二进场位置。总的来说，美国的股票仍旧非常强势，多头趋势不变，又一轮的 V 型反转，从底部上升到现在，例如纳斯达克涨幅已经超过了 39%， 标普的涨幅也是超过了 28%， 所以在下半年任何回调都是进场做多的机会。然后是比特币，6月份的行情先是小幅反弹了一波，尝试去突破前高，但没有到前高就开始回落。按照计划，如果在这个位置进场，止损放在下方，那么目前应该有一些利润。但是由于当前的走势是一个震荡收缩，那么可以继续关注，看接下来价格是否能够产生一个更高的低点，拐头也是一个入场机会。以太坊6月初的时候有一轮反弹，但又快速下行。按照计划，如果在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进场，止损就放在下方，看接下来行情是否继续上行。7月份如果要进场的话，也可以继续关注，看价格是否产生一个更高的低点拐头。相比较而言，由于大饼的走势更强，如果要做多的话，老猫还是建议去做多大饼。上证6月份的走势先是横盘震荡，然后到下旬的时候开始有所上涨，但总体走势并没有发生任何太大的变化，仍旧在这个宽幅震荡当中。那么对于这样的行情，趋势交易者是比较讨厌的，因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。香港恒生指数6月份先是上涨了一波，然后到中旬开始有所回落，到下旬的时候又开始上行。6月份价格回调的时候，并没有给出很好的上车的机会。7月份我们可以关注一些重要的支撑区域，看接下来价格是否再次去回测，只要在支撑之上拐头，老猫觉得是可以进场做多的，然后把止损就放在支撑之下，看价格是否继续突破前高。台指6月份继续上行，走势和道指的走势有点类似，价格也没有给出充分回调拐头进场做多的机会。7月份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价格是否去产生一轮回调，然后拐头就是进场做多的机会。日经6月份的走势并没有向下突破，而是开始上行，突破了前高，突破了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，甚至突破了非常长一段时期的震荡行情区域的顶部，
但是突破之后又快速回落。那么7月份我们可以有2个思路，第一个思路是认为这是一个假突破，因为突破这个位置后又快速回落，同时这个低点也比这个区域的低点更低。如果要在这个位置进场做空，止损就放在下方，看价格是否去寻找一个支撑。如果要做多的话，也同样需要寻找一些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，看价格去测试这些重要的位置之后是否会拐头。如果没有拐头是没有办法进场的，所以必须要看到拐头。德指40，6月初先是创下了新高，之后开始有所回落，回测了支撑压力互换的区域，回测的幅度也是比较深，然后开始拐头。按照计划，在拐头的位置进场，止损就放在下方，看价格是否去挑战新高。因为当前的多头趋势仍旧是非常强的。印度股指6月份先是三角收缩，最后跳空突破，突破之后又开始回踩。按照计划，在三角收缩拐头的位置进场，止损放在下方，那么这个多单应该继续持有，哪怕它跳空低开高走，应该也不会触发止损。所以接下来7月份可以继续关注，看价格是否去挑战历史新高，同时止损仍旧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不变。美元指数6月份的行情非常弱，继续下行，一些重要的支撑位置也被突破，当前的价格来到了 96.5 左右，并没有给出突破下行趋势线进场做多的机会。但是我们切换到周线级别，可以看到在周线上是一个上行大趋势，所以如果要做多的话，需要在周线级别上看到拐头，可能需要几周时间。如果周线视角可以看到明确的拐头，那么是可以直接做多的，并不需要等待下行趋势线的突破。当然了，突破下行的趋势线之后进场，那是更稳健的做法。黄金6月份的价格先是小幅上涨了一波，之后小幅下跌，之后开始继续冲高，突破了5月份的高点，但是并没有创下历史新高，就开始有所回落。如果我们切换到4小时，按照计划在这个位置进场，止损放在下方，如果没有在上方获利了结的话，有可能当前的利润会大幅回吐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些重要的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。由于当前的低点不断降低，高点不断降低，所以要进场的话，还是需要看到一个更高的低点拐头，我们才能够继续做多。同时我们可以继续关注美元指数的走势，因为如果美元继续走弱，那么对黄金的上涨是有帮助的。然后是白银，6月份开始大幅上涨，突破了前高的位置，并没有给出第二根大阴线下跌做空的机会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关注，看价格是否在这个位置做一个回测，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拐头，那么就是进场做多的机会。对于白银的上涨，老猫是觉得比较意外的。相比较黄金而言，在6月份的走势更强一点。虽然白银是贵金属，那它也有另外一种工业金属的属性，和黄金有一点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可以从技术层面上继续关注一些重要的位置是否有拐头。铜6月份的走势继续上行，并没有给出深度回调拐头进场做多的机会。但是7月份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些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，看价格是否给出回测支撑压力，然后拐头进场做多的机会。原油6月份价格开始大幅上行，由于伊朗的战事影响，价格高开低走，
从顶部到底部，光一根 K 线的幅度都已经超过了13%。由于日线级别走势仍旧是下行趋势，所以暂时还没有很好的做多机会。我们可以继续关注，看价格是否再次盘整，然后开始去突破下行趋势线。突破之后，如果能够产生一个更高的低点，去对一些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做回测拐头，才是比较稳健的进场做多的机会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价格是否来到了这些下行趋势的位置，又一次拐头产生了更低的高点，那么止损放在上方也是可以做空的。天然气6月初先是一个小幅的震荡，然后到中旬的时候开始上涨，下旬的时候又开始下跌。按照计划在这个位置进场，止损放在下方，那么价格可能并没有达到盈利目标，就已经获利回吐，然后触发了平保或者止损。但是老猫认为当前的走势还是多头趋势，所以如果价格7月份再次止跌拐头，老猫觉得还是可以再次进场，然后把止损就放在下方，看价格是否继续上行。TLT 6月份价格震荡上行，暂时没有看到更高的低点，所以在7月份我们可以继续关注，如果要做多的话，必须要看到一个更高的低点的形成拐头，才可以去做多。止损就放在最低点底部，看价格是否去突破下行的大趋势。当然，更稳健的做法还是继续等待，看价格突破了长期以来的下行大趋势之后。老猫认为，在这个位置寻找更高的低点进场的理由，也是由于在大级别 TLT 的价格已经来到了历史的相对低位，所以在当前一些位置去进场，然后做长期的投资，老猫觉得还是值得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老猫观察的所有内容。最后可以加入 YouTube 的收费频道，在油管上订阅之后，登录 Discord， 然后绑定自己的 YouTube 账号，就能自动进入对应的 Discord 频道。如果你订阅的是每月一杯咖啡学技术分析，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常规分析这个频道。在这里，老猫会对标的进行每周分析，发表一些看法，然后提供一些建议。同时，作为 YouTube 的收费会员，也会有专属的交流频道。如果你订阅的是每月2杯奶茶学技术交易，那么除了常规分析，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专属的当前焦点的频道。在这里，老猫会分享一些老猫觉得有潜在机会的标的。如果你订阅的是老猫答疑解惑，除了日常的分析、当前焦点，还可以看到一个额外的会员闲聊频道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直接和老猫交流，可以提出各种问题，也可以要求老猫分析你的标的，以及各种技术交易，甚至投资方面的问题。最高一等级是感谢你的支持进 VIP 群，那么你就可以访问老猫的 Discord 的所有频道。除了常规分析，你还可以在交易记录里看到老猫的开仓、平仓以及操作记录，还能在交易记录频道里查看到所有的操作，包括开仓、平保、止损、止盈等等。同时还可以看到老猫的每周总结，这一周的开仓、平仓数量，对一些平仓的标的做一些点评以及深度的思考。要加入免费交流群的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邀请链接，或者扫描视频的二维码。需要加入收费频道的，可以直接在 Discord 上私信老猫。最后，还没关注和订阅的朋友，麻烦帮忙关注和订阅一下，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做更好视频的动力。我是老猫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